七叶明之，我是月派圣物七叶明之为何会在药师谷？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死鸟？掌门，谷主，那是你的死鸟。没事了，雪瑶。 方才情急出手，还望掌门见谅。墨魂剑，你是顶剑阁的祸妻。是月派掌门好眼力。这七叶明之，可是你从我派中所到？正是在下。姐姐莫动怒，妹妹要维护他吗？我并非是要维护，只是这七叶明之是我所开药方中的一味药引，也是我让他替我去把它取来的。 原来是串通好了的。你引我入谷，与我结拜，诉说身世，留我至此，都是为了七叶明之。这一切都是存心欺骗吗？我与姐姐乃推心置腹，诚心相交，绝无欺骗。我愿对天起誓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便相信你。 你令霍斩白盗取七叶明之在先，与我成为朋友在后。但我身为狮月派掌门，必须要给我派中弟子一个交代。姐姐想要什么交代？眼前这2杯毒酒，毒性不一，有深有浅。其中之一乃是我派赤魂蝎毒，由7年的蟾蜍蝎子毒液炼制而成。服用之后，1炷香之内，高热狂躁，经脉扩张，爆裂而亡。而另一杯嘛，下的只是普通的蛊毒，重至身体百骸皆痛，却不致命。我要你们2人各自挑选1杯饮下，只要喝了，此事便一笔勾销，再不追究。 只不过你们2人之中，必定有1个人会喝到那杯穿肠的毒酒，到时候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，莫要怪我无情。掌门一言9鼎，可会信守承诺呢？那是自然。你倒是一点也不怕死啊！不管今日所中何毒，我都相信血谷主会把我治好。闭嘴！你以为狮月派的毒是闹着玩的吗？ 请吧。霍斩白，你干什么？好巧不巧，在下今日酒瘾犯了，这2杯酒，便让与在下吧。霍斩白，何须你来逞英雄？你凭什么替我受过？凭什么替我做主啊？ 血谷主，这七叶明之本就是我所求之药，也是我潜入狮月派取来的。本末源流皆与你无关，所以这2杯毒酒都应该由我来喝。只是待会儿还得求你替我解解毒，或莫今日的小命便交于你了。你倒是挺相信我，我要是解不了呢？掌门。 不知七叶明之是否能留在谷中了？算你有胆。从此以后，狮月派上下一干人等不会再以此为由为难你们2人。是，掌门。多谢掌门。若是你毒发身亡，便是你擅自做主，喝下那2杯毒酒，不自量力。
倘若霍某今日因美酒佳酿而死，那岂不是也死而无憾了？霍振白，霍公子，霍公子，没事。啊！我只是想略施惩戒，未下猛毒。方才说的都是唬人的，即便是两种毒混在一起，也不会如此严重。有一位毒他深重已久，却被他给风穴压制住了。莫非是古墓中的毒蝉砂？毒蝉砂乃是10年沙蝉毒液研制而成，毒性更甚，轻则风瘫，重则当即暴毙。确是毒蝉砂。快，速去药炉。热毒已入脏腑，1炷香之内，必静脉扩张，爆裂而亡。方律，须以承浆、华盖、痰中为主穴，自络放血。快按住他！谷主，他身上的毒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。来不及了，双红。哎，可谷主，快去！是。把他扶起来。是。算你命大。妹妹，她的毒可是已经减了？你医术真是神了。这毒川砂虽然是我誓约派的毒，但是那3种毒混在一起，连我也束手无策。你竟然还是把他救活了。
我能够替他解毒，还需向姐姐说明，那几味毒药在他体内生成热毒，我为了驱毒，只能用了你。妹妹不用说了，本就是我鲁莽，一气之下让他喝下毒酒，还要连累着你虚耗精神救他。既然救活了，那便皆大欢喜。姐姐不气。我见那霍七是个了不起的汉子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自己把那2杯毒酒全喝了。看他对你如此仗义磊落，我即使想气也气不起来了。可是，我早就想好了，他若是敢以蜜相抵，那株明枝便留下。等我调养完了身体回去之后，在圣湖里重新种上一株便是，无非就是再等个几10年嘛。妹妹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视这七叶明枝为圣物，一半是因为它养在圣湖里，药性稀罕；一半是因为它周围的毒瘴都十分凶险，自立派以来无人能破，这也是世月派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招牌。我只是没想到，这个霍七非但武功高强，还不要命。霍公子2杯毒酒下肚，总算是把七叶明枝留住了。婆婆可知，我之前给霍展白开的那个药方，或许根本无用。原本只是权宜之计，没想到他竟然誓死坚持。这次拿到七叶明枝，我才发现，它的药效与木儿的病并无益处，甚至药性会加重病情。我是否该告诉霍公子，药方无用的真相呢？我之前说，此药方不是救了一个人，尤其是霍公子命悬一线，若不是那药方子吊着，恐很难过生死大关。你给他那个假药方，自然是救了他的性命。那婆婆言下之意是，这药方是霍公子的希望。霍公子为了要给墨儿寻药，四处奔波，舍生忘死。在外人眼中，这样的执着和等待，或许是一种煎熬，但对他而言，却是墨儿获得生的希望。守候着这份希望，为此奔赴，也许这就是他的信念吧。看什么呢？我这么从眉毛到下巴细细的瞧，霍七公子长得很是英俊，挑不出来一点毛病，怪不得谷主对他另眼相待呢。你以为谷主是你，他才不是因为这个呢。那是因为什么？穿的真是。谷主，站好了，你可是来还债的。人的身上呢，一共有409个穴位，而这409个穴位当中，有108个要害穴。在这108个要害穴当中，
又有36个致命穴，也就是俗称的死穴。这36个死穴分别为软麻、昏眩、轻和重四穴。平日里，让你们在同人身上施针找穴，可那同人毕竟是死的，未免死板。好在今日有霍七公子这个大活人在，让你们瞧个真切。若是痛了痒了，霍公子承受不住，喊出来便是，我自会清醒。习武之人，有什么受不住的？此处便是肩颈穴，若病者虚弱之症，便针刺肩颈穴，会有痛痒之感。霍公子，感觉如何？痒是痒了点儿，就像挠痒痒一样而已。好，那我便开始说第2个穴位了。这第2个穴位，便是玄机穴。这个便是玄机穴。若病者有胸痛、气喘之感，针刺玄机穴，便会有酸软麻痹之感。霍公子还好吗？刚刚只是脚底板有点痒，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。这可就麻烦了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这便是失心疯的前兆。失心疯，谷主说他失心疯了，疯了。这第3个穴位呢，便是环跳穴，这恐怕就要委屈一下霍七公子了，因为这环跳穴位于髋骨。不知霍公子是否愿意？薛谷主这是借教学之名，故意占我便宜的吧？我药师谷从不赊账，如此偿还，也是便宜你了。你这是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。我若是真的要报复霍公子，断不会如此心慈手软。算了，既然霍公子不愿意，那我便换一个穴位吧。你想怎么样？这个是臂中穴，针刺臂中穴，连同方才2个穴位一起施针，不仅能定人，还能治哑，专治那些啰嗦多动之人。谷主说他啰嗦呢。怎么，霍公子想要说话吗？莫急，1个时辰之后，穴位自动便会解开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那就赶紧去练习吧。是，谷主。你动啊！还不快去！他还不说话。方才你说我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，这才是公报私仇。方才那3个穴位，在下学会了，多谢薛谷主。还好在下内力深厚，早早破了穴，那咱们俩之间的账，是不是就一笔勾销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薛谷主果然大度啊！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这个穴位多久才能解来着？得1个时辰呢。你这身子骨这么弱，面色又苍白的，就该晒晒太阳。哎，我这毒刚解，身子也弱，就陪你晒会儿吧。
真舒服啊！以后也得多晒晒啊，薛谷主。这一趟来药师谷，圣物没了，连我派最厉害的毒禅杀也被妹妹给破了。但是输在妹妹手里，我心服口服。姐姐回去可是要研制新毒药了。那是自然，总有一日我定要赢回来。妹妹不用送我下山了，你我在这里分别就好。姐姐，我的确有要事脱不开身，不便相送，但是我会让霍公子送一送姐姐的。啊？你舍得让霍七公子送我呀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霍公子在我的谷里白吃白住，总得做点事情还债。再说了，他正好要下山，与姐姐同路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败坏我的名声呢？这账我日后一定会还上的。况且不用你说，我自然也会送。还得多谢阿庆掌门将七叶明之赠予我呢。那我便恭敬不容从命了。妹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也别忘了我同你说过的话。对了，姐姐答应我的事，也一定要记得。自然。阿星掌门，还未来得及跟你赔个不是。上次是霍某失了礼数，此番又多亏了你。日后你们世月派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霍某定当鼎力相助。霍七公子客气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未来得及跟你说，那日闯进圣湖的，并非只有我一人，还有一人，那人武功高强。看不出是何门何派，和我打了一个平手。很正常，基于七叶明之的人不在少数。在我抢夺明之后，那人还对我穷追不舍，似乎对明之志在必得，之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若非药师谷有这机关石阵无人能闯，我还担心你我离开之后，他会闯进谷里头抢夺明志呢。明智已用，就算他现在来抢，也是徒劳。你说明智已经用了？是啊。用在何处啊？如此珍贵的药材，自然是用在我妹妹的心上人身上喽。心上人。霍七公子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他怎么去冷泉了？坏了！
拿七叶明之来救这冰下之人。你在做什么？之前分明同你讲过，此处是药师谷禁地，你为何还要私自闯入？请问薛谷主，我寻来的七叶明之在何处？请你立刻离开这儿。我只想请薛谷主带我去看一眼七叶明之，届时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霍七公子，你擅闯禁地，说明已经怀疑于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多言？明日你便把回天令还回来，这病我不治了。你为何不告知我七叶明之在何处呢？你是不是用七叶明之救这个已死之人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住口！出去！好，我可以出去，但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。给我出去！你不是走了吗？这里是冷泉禁地，你怎敢擅闯？谷主，谷主，谷主你怎么了？谷主，没事。我只不过想让你归还七叶明之，哪怕只是一部分。请你告诉我，七叶明之到底在哪儿？拿去喂狗了。将此人速赶出谷去。是。你，原来你以为七叶明之被我用去了？七叶明之是我拿来救莫尔的，可你们却拿来救冰下的死人，我能不急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谷主说了，请你速离谷。谷主。你还想干嘛？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！风绿姑娘，这是何意啊？你这人只有一枚回天令，这枚回天令是用来治疗莫尔病的。你因为拿七叶明之中了毒，我们谷主没有。别拦我！我们谷主没有跟你要回天令和10万诊金，也给你治好了病，你却这般对他。风绿，别说了。干嘛不说？谷主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七叶明之用在了何处？我们又没偷又没抢，他不知情，却胡乱猜忌别人。我们谷主凭什么受这个委屈？可是七叶明之究竟……闭嘴！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风绿。此地雪水滋润，环境特殊，可保留药材生机。谷主特地让我们将七叶明之放在这里。莫尔的药尚未凑齐，定无法炮制。缺了一片，究竟是何人用了？谷主不是说了吗？那片拿去喂狗了。那日你身中毒缠杀之毒，命悬一线，多亏我们谷主。来不及了，双红。哎，眼下此毒只有七叶明之可见，速去取一叶七叶明之来，服以人参提气，熬成汤药。可谷主，快去！
谷主不告诉你，想必是怕您用了给默儿的药而内疚。是我太莽撞，还对他那般的语气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一直提醒谷主雪怀公子是已死之人，这不是往人心口上扎吗？可那人封在冰下，的确已经……那人的确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要当面说呢？婆婆，早就听闻谷中有位婆婆，曾跟随过3代药师谷的谷主，想必便是你了。定见跟霍七见过婆婆。你以为子夜身边的人不知晓此事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当他的面说冰下之人已死？当年子夜就是为了救活雪怀公子才学的医术，他觉得只要自己的医术够精，就能唤醒冰下的雪怀。这么多年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师父，想用自己的身体感受雪怀之感，为他试药啊？这个法子行不通吧？徒儿再去藏书阁查一查医书。不必。师父可是又要劝我放弃？我早就说过，我已经找到救治雪怀之法。什么？多年前，昆仑山上有一棵神树，这是仅剩的一根枯枝，它的嫩芽便是救治雪怀的药引。只不过，需要你每日亲自采集无根之水，对它进行浇灌，令其发芽方可。谢师父。只愿你早日发现其中生机。嗯。难怪他每日都去采集无根水。原来天下第一的神医，也有想救却救不回的人。子夜应该也清楚，雪怀是唤不醒的，但是他自己不愿意面对，又何须旁人来点名呢？我这就给薛谷主赔个不是。霍七公子，你还是先请回吧。婆婆，的确是我误会了他，我应该向他道歉。道歉有什么用？你还是速速离谷，还我药师谷一个太平。也是，霍七公子，你且去寻第2味药吧。等你回来，谷主也该消气了。就是，谷主现在在气头上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非要让谷主再看到你，再动一次气。风律，他身患寒疾，为了救一个根本救不活的人，却甘愿受冰霜之苦。在外人眼中，这种执着和等待，或许是一种煎熬。守护着，期待着雪怀醒来，也许这就是内心的希望和信念。薛谷主，默儿的病情如何了？病情稳定，我再开几副温补的药，安神补气即可。多谢薛谷主。
墨儿，快谢谢薛谷主。谢谢。对了，每次来谷中复诊，总是未能和师兄碰面，不知他今年是何时离谷的，是不是快回来了？他每次取药回来，不过在谷中待上1、2个月，养好伤，便着急去寻下一味药了。你若是想见他，便留在谷中，等他就是。不必叨扰了，我带着墨儿去山下的龙门村寻个落脚处就好。不必，秋水夫人如此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便住在谷中，日日相见，赏心悦目，想住多久便住多久。那多谢薛谷主了。家们，小心有毒！中毒了！谷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回去吧。好。谷主，您看什么呢？是霍七公子回来了，看样子恐怕又是受了重伤。姑娘气质非凡，想必是薛谷主了。老夫秋水鹤，这厢有礼了。秋水鹤，您是天山派的掌门，霍展白的师傅。展白伤得很严重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送进谷里！这回药没带回来，倒带回来个师傅。爹，婴儿，墨儿，墨儿，叫外公。
外公，外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外公是来看墨儿的啊！外公看看，长高没有？长壮没有？啊，长高了啊！长高啦！薛国主，战白的伤势没有大碍吧？他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，需要等他苏醒过来再进行医治。哦，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本来战白到天山派找我去取龙蛇草，我听说你和墨儿也在药师谷，就想跟过来看看你们。没想到路上遇到元义公杀手刺杀，战白为了救我，负了重伤，是我连累了他。啊，这龙蛇草，战白昏迷前说要交给薛谷主保管。终归还是为了寻药。这几年来，一次次看着他拿着药材回来，不是身中剧毒，就是满身是血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你师父无碍，那龙蛇草也已经放进冰窟了。你怎知？我怎知你想要问些什么？还真是重情重义的霍七公子啊！醒来之后，先是关心师父，再是关心救墨儿的药。最后才知道要关心自己。说不出话。你喉部受损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说起话来就会像刚才那样，喉咙感觉痛如刀割，并且气息不足，音哑难听，搞不好日后便成了个哑巴。不过也好。你之前呢，总是日出千言，不损自伤。以后正好少说点话，既不聒噪，还能落得一个寻药救人、重情重义的好名声，值了。你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痊愈，去替墨儿寻下一味药？得在谷里待上一阵子。方才说你落下终身残疾是想诓一诓你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着急，说你不能及时去取药，反倒着急上了。这回你应该不着急离谷了。墨儿和秋水夫人已经来到谷中，转过去，把肩露出来。
头发。别乱动。转过来。风吹雪落，眉香如檀。而你以为深深满，那阴几山，而心是许不完。云间皎月，攀过流年，孤身入烟赴长夜，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世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不恋一时狂志就不忘。你掠过熙攘化身为希望，藏几寸泪光如何能相忘？世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小雨泪千行，爱与恨茫茫。刮痧不是一味的用蛮力。烙心上。世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小雨泪千行，爱与恨茫茫，红了眼眶，烙心上。这咳嗽声发生平滑，看来是恢复一些了。说几句话听听。你这女人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就说这个？哎呀，这嗓子虽然恢复了，怎么手还是这么疼呢？不应该啊。看来这次的确严重了很多，要在谷里多待几个月，半年吧。不疼了，瞬间就不疼了。不疼了？对啊，薛谷主果然是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呢。多谢。哦。听说这一次，你是为了救你师父才受的伤。我自小就无父无母，是师父收养了我，给了我第二个家。我视他如父，他有危险，我自当竭尽全力护他周全。那这些年，你出生入死为墨儿寻药，当真值得。只要能让墨儿痊愈，一切都值得。你此次元气大伤之后几日要好好静养，记得服药。切莫运功动气，我知道。谢了。
我找到了当年失窃时药房的看守，他曾中过那贼人一场，好在救治及时，活了下来，但至今留有遗疾。我想着妹妹若能为此人把脉，大概可断出他所说的内伤是何派功法。我先前离教，教中出了不少乱子，短期内不便再离开。我已派心腹一路循官道而上，将此人送往药师谷。妹妹若不放心，可沿途派人前去接应。阿静，证人已在路上。双红，哎，明日你与小程顺着官道去接应，务必将人安全带回药师谷。是。那人受过重伤，身子虚浮，路上一定要好生照料，切勿有半点差池。双红定不负谷主所托。有了。还有事吗？霍公子，你是与我们谷主约好了回来的时间吗？那这就怪了。你回来那日，谷主在谷口停留了片刻，好像知道你要回来似的。是吗？是啊。哦。谁把相思命中牵，便换来是离别。梅花落眉间，人面似初见。怎么问来天有雨雪？红炉暖绿一帘若长绝。杯墨写人间卷，独长夜。此去抱歉，吵醒你了。念君如明月，遥望铺烟雾。薛谷主有心事。为何这么晚？薛谷主一向遇事淡然，可方才见你睡着之时，仍旧眉头紧皱，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？你可还记得，你我初见之时，我曾对你说过的话？人虽有天命，但还是事在人为。当初我破下风雪石阵，令你收下了木耳，而后每次回来，都是九死一生，也是你一次一次把我拉回来。我虽然不知此刻你遇到了何事，但我相信你，薛谷主，只要你想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关心则乱，生出了惧怕之心，心绪才会越发混乱。遇事冷静，剖析条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薛谷主。你言叫起人来，倒像是你师傅，我看着有几分做掌门的做派了。方才还精神不济呢，嘴皮子倒是挺灵活啊。那是自然。徐木儿，师叔今日就把剑法交给你，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，认真看，认真学。好。来。
起势，左边，右边，刺出去，横扫。好，再来。沫儿，来，这一招啊，肩要沉，肘要平，别动。对，摆好。这就对了。师傅，徒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那都是因为师傅教导无方。徒儿谨遵师傅教诲。还记得我年少时，师傅教我剑法的时候，可比现在的我严厉多了。怎么翅膀硬了，都敢埋怨师傅了？徒儿不敢。展白啊，你能有今天的造诣，都是因为你有极高的天赋。为师呢，不过从旁教导罢了。但是，你始终要牢记师傅对你说过的话：为人做事，都不能愧对手中的这把剑。徒儿谨记。徐沫儿，我们再来。霍公子和秋水掌门真是如同亲父子般亲厚。之前他拼死寻药，几经生死，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共聚天伦之乐，谷主有心了。谷主，何事？双红和小陈带着那个看守回来了，人在药路。去看看。记住，不能让其他客人知道他的身份，尤其是霍展白。小程、兰兰，你们两个在门口守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是。听阿金掌门说，此人当年找医师诊治过，但不知为何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3年前就昏迷了。护送此人来的路上，我和小程观察过他的病情。身虽炽热而神则静，雨虽瞻望而声则微，纹迹甲斑而浅细碎，舌苔虽赤而衣背不敛，小水不多沥，大便不密。脉微而弱，虚浮无根，是甲热针寒之症。甲热针寒，阴正似阳，水急似火，阴寒内盛，虚阳外越。曾经给此人医治的医者，应当是被热症表象所迷惑，当作热症治疗，不仅治标不治本，反而导致内寒加剧。怪不得这人的病情越来越不好了。如今此人阴寒沉潜于里，孤阳浮跃于上，是真阴寒症，所以昏迷不醒。熬制回阳返本汤，每3个时辰服药1次。仔细照看，酌情用药。是。不知那个病人能不能醒来？倘若中间出了差错，线索断了，我又从何处查起？
谷主，那吹笛之人可是你的棋友，不如让他现身一见。你何时再去药师谷下棋啊？教王不喜欢，属下再也不去了。傻孩子，我并非不让你去，只是不希望你有事瞒着我。属下明白。听闻药师谷有一株白梅，清冷孤傲，甚是不错。只可惜啊，它不在我元一宫中。还好本座爱花惜花。不然，若是我想毁它，顷刻之间便可以让它成为枯枝败叶，永不再生。醒了，谷主，醒了。你感觉如何？是否有哪里疼痛？能视，能听，能言语？这是在何处？此处是药师谷，阿金掌门是我的姐姐，你放心。慢点。哦，这是世月派掌门随你一起带来的书信，他说等你醒来一看便知。掌门岂有所命，在下对血谷主必知无不言。你可记得当年偷盗毒缠杀之人的样貌？血谷主，夏红尘都喝惯了，不如今晚尝尝我这个。这是什么酒？你先尝尝再说。怎么样？这哪儿来的？这些年为之奔波在外，常经过一个赤山的平安客栈。先前我用你为我准备的金疮药，给那家人治伤。后来那个掌柜的一直铭记于心，便将他女儿的喜酒赠予你我，以表感激。那要是你给的，又不是我给的，无功不受禄，他们可还需要些什么？那个掌柜的女儿，似乎已有身孕，或许能备些补品。离谷时你便带着。嗯。只是喝酒，有些无趣，不如我们来这个。你还会这个？你若是赢了我，赢一次，我便答你一个问题；你若是输了，便答我一个问题，如何？怎么，怕赢不过我呀？谁怕你了？来，先把酒倒上。来啊！哥俩好啊，四喜财啊，六六顺。问吧。
师傅送我回来那天，听说你下午在谷口，而且停留了片刻，不知薛谷主是在等什么呢？风律那个丫头又多嘴了。薛谷主，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。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所以薛谷主是在等什么吗？什么？所以你在等什么？这已经是第2个问题了。你再来。哥俩好啊5回手。所以薛谷主是在等什么呢？我啊，在等一只傻狍子。傻狍子？这林间有一只傻狍子，终年跑来跑去的，每一次受了伤便会趴在药师谷门口。我在等他。切，哼。那只傻狍子定是知道一定会有人救他的，所以安心躺在谷口。倒也是不傻嘛。这么说来，倒还精明得很。谁说不是呢？走来。哥俩好啊，半堂红。你输了，快快快，喝酒喝酒。赢了倒是挺积极。问吧，你实话实说，你是真的没有钱还债吗？你就想问这个？不然呢？你半夜摆酒至此，还跟我喝酒划拳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呢。这还不重要，我医治你不仅费力还费药，如今又添了一笔债，钱财于我而言最为重要。要是有钱，就赶紧拿来。没钱。真没钱？真没钱。你真没钱啊？我真没钱。你的玉佩不错，把它拿来抵债。这玉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师父送的呀。秋水掌门。唉，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比武，输了之后，被人嘲笑，内心十分的不忿，便鬼迷心窍的从背后偷袭了人家。师父知道之后十分的生气，于是习武之人，输赢实属末流。所中者，武德也，投机取巧的赢，不如堂堂正正的输。偷袭乃小人所为，你可记住了？记住了。为师投你，你且说法。师父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父，受徒儿一拜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好徒儿。这是一块玉做成的2个玉佩，你我师徒一人1个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舍不得给我，故意扯谎抵赖？若是秋水掌门也有1块，为何我不见他带？我师父那枚早就丢了。何时丢的？你为何突然关心我的玉佩呢？我是怕他入谷之后丢的，到时候赖上我药师谷。数年前就丢了，赖不到你头上。不对啊，我就输了你1次，回答你这么多问题，你在耍赖是吧？大不了我再赢你几回。
等会儿，这全都划了，酒也喝了，总要跟我碰一杯了吧？来。 谷主怎么样？可问出什么？那块玉佩是秋水掌门给他的，秋水掌门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那偷盗毒禅砂之人，竟然是霍七公子的师傅。秋水掌门的那一块玉佩，在若干年前就已丢失了。哼，是真丢失了，还是心里有鬼？那块玉佩，当年若是真丢失了，被凶手捡去，也未可知。但若偷盗毒禅砂之人，真是秋水鹤本人，此事尚有蹊跷，不能妄下断言。我需再设法试一试秋水掌门。可霍七公子也在谷中，怕是难以周全。霍七公子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自然是以公道针线为重。他视秋水鹤为父亲，情感之深，羁绊之重，便如我对魔家村的乡亲们，浓于血亲之情，我自己都很难放下，更不想强人所难，逼他割舍。七弟，那日见到药师谷后山医关中，你虽劝我不要窥探薛谷主的私密，但我细细想来，魔家村全村丧于同一天，定是一桩恶行。而鼎剑阁素来有除暴安良之责，不能坐视不理。之后，我便从薛谷主身世入手调查，探查到原来薛谷主是国手薛家之女，后薛家犯了重罪。男丁满门抄斩，女眷则被流放。薛谷主在流放途中，不知为何住进了魔家村。那魔家村果然是于惠嘉4年的除夕夜莫名遭遇屠杀，幕后真凶至今不明。回想后山医关中，我猜测此事或是薛谷主的一桩心病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的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就可以离谷了。还有，这个酒壶是你上次落在谷中的，这次可别再落下了。这便就可以出发了。伤都好了，为何还不走？难不成你真打算赖在我这谷里了？也是，是该出发了。只是往常，你还会再给我把把脉，这有点突然。这次不需要把脉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是有何事啊？我是想问你，什么？没什么。这段时间，多谢薛谷主的关照。我离开之后，师父和师妹也得劳烦你多多关照了。那是自然。早点休息。展白，一定要以个人安危为重。待师父处理完门派要务，便如之前所说，和你会合，一同寻药。师父，你放心吧，我定会赶在你之前将药找齐的。你这孩子，师兄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怎么不见木耳？哦，我让小环带他出去玩了，不然他若是在这儿，
定是哭着闹着不让你走。我还想跟他说呢，我会尽快赶到瓜州，教他练剑的。霍七公子，这是这回放药的盒子。风绿姑娘动作倒是挺快。那是自然，谷主吩咐的。师父师妹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保重，师兄。嚯，这么多药！你这女人，嘴上赶我走，实际上比谁都操心，准备的要比上次还多。这是怕我死在外边吗？说起来，好像还是第一次主动让我去寻药。你是来找小叶姐姐治病的吗？你是龙门村那个小男孩？对呀对呀，你怎会认识我？可是小叶姐姐跟你提过。有人跟我说，你最怕扎针了，对吧？今日天寒，为何独自入谷呢？今日初一，小叶姐姐平日里都要去龙门村义诊的，但双红姐姐说今日谷中有重要的事情，来不了了。李爷爷要我活动活动筋骨，所以派我来送。重要的事情，果然有蹊跷。秋水掌门，我近日查看医书之时，在古方上有记载，这肝郁忧思之症，可用9法调理，想着便再过来给您看看。哎呦，老夫先行谢过了。正巧这2日身体不适，可能是老毛病犯了啊。这是醍醐香，有静心安神之效，可调理身体上的不适。哦。风绿，那边如何了？小陈已经带秋水夫人和墨儿去夏之园泡温泉了，我们会尽力拖住他们，为谷主争取时间的。你那边呢？谷主已经在秋之院了。霍七公子虽然走了，但秋水夫人还在，还是要小心，不能让她察觉。放心吧。万一出现什么变故，记得及时提醒谷主。好，走。你是何人？天山派秋水鹤。你可知墨家村？师父，师父，这就是你让我出谷去寻药的原因吗？是又如何？可是因为魔家村灭村一事。方才我只是问他是否知晓魔家村，并未提及灭村一事。四哥在谷中的时候，曾误入过后山，觉得此事不简单，便查询了你的身世，并且告诉了我。我也曾看见那片碑里。抱歉，此事不该瞒着你。既然你已经知道真相，那我也实不相瞒。我在那人身上见到了一枚玉佩，那玉佩样式罕见，若是能找到那枚玉佩，说不定能有些线索。那有劳把它画下来。
这枚玉佩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和霍展白身上佩戴的那一块一模一样。魔家村灭村一事，我查了很多年，与你腰间的那块玉佩息息相关，而与你有同一款玉佩的，就是你的师父。所以那日喝酒划拳，你是想从我口中得知这玉佩的来处？为探真相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以你的立场这么做的确无可厚非，但我相信我师父的为人，他绝对不可能滥杀无辜，更不可能做出灭村那般恶事。他的那枚玉佩早已丢失，或许是有人捡到了，故意栽赃陷害呢。丢失一事，口说无凭，万一是他信口胡说，诓骗你呢？不可能，这当中定有什么误会，所以我才要用观心之术查出真相。薛谷主，你敢拦我？你要是敢插手此事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就算要问，也该当面问个清楚。你能给我1天时间吗？魔家村与你，就如同天山派与我。换做我是你，我也定会问个清楚。我又怎会拦你呢？但他毕竟是我师父，我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你对他使用观心术呢？再者说，如果真凶不是他，待会儿他醒来之后，只会发生冲突，局面只会更糟。你给我1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你与他师徒情深，不便插手此事。正是因为师徒情深，才更应该由我来问，让我来证明师父的清白，好吗？好，那便给你1日，但在查出结果之前，我会命人随时盯着秋水鹤，绝不让他离谷半步。